第5集，软饭男自食恶果，皇城司势力之大，不受三衙辖制，不立台察，唯遵官家号令，而在官家之下，当属司使雷敬地位最高。如今司使严令格杀勿论，纵然是万骑与顾千帆关系匪浅，也绝不敢贸然包庇，否则全家上下都会遭受灭顶之灾。尽管出卖挚友良心难安，万骑还是决定将他的消息透露给黄思成，独自站在门外良久，直至屋内不再传出刀剑相交之声，这才走了进去。然而尸首遍地，惨不忍睹，唯独顾千帆安然无事。他对万骑失望至极，最终下手将其杀害。徐老板闻讯赶来香云楼追债，当众将其凌辱一番。赵盼儿二话不说，直接从箱子里取出10几贯钱，解决了眼下的麻烦。也正是赵盼儿出手阔绰，周舍继续巴结讨好，甚至决定休了宋引章，迎娶赵盼儿过门。孙三娘趁机推波助澜，故意配合着赵盼儿演戏，明着嘲讽男人都是谎话精，不值得托付真心。赵盼儿哭得梨花带雨，为了能让周舍尽快休妻，当场打开3口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看得周舍心动不已，立马出了香云楼直奔住处。眼看着鱼儿上钩，接下来便是宋引章出场。孙三娘传暗号给银屏，由他代为转达，要求宋引章务必1哭2闹3上吊，吸引邻里街坊的围观。如此一来，周舍已是身心俱疲，正中了赵盼儿的圈套，明天该是收网的大戏。顾千帆准备离开嘉兴县，临走之前专程来香云楼，看到赵盼儿与周舍喝酒调笑的样子，也看到赵盼儿在周舍走后面录艳舞。过往数十年里，赵盼儿都未曾像今日这等淫媚轻浮，只觉得莫名恶心，频频在铜盆里搓洗双手，不愿身上沾染半点周舍的味道。这一幕令顾千帆深受触动，亲自为赵盼儿洗了手，表示在他眼里从未觉得低贱恶俗。反倒是赵盼儿身为一介女子，竟是如此正直善良果敢，令他觉得难能可贵。也因今晚发生的事情，叮嘱赵盼儿警惕宋引章日后是否还会背叛。不过在赵盼儿看来，他做事向来只求本心，不在乎未来结果。顾千帆得此启发，内心瞬间释然。等到赵盼儿为顾千帆处理完伤口，二人趁夜把酒言欢，互相安慰，直至顾千帆准备离开，无意间一句话令彼此怦然心动，又故作镇定。顾千帆带着陈莲乘船远去，忍不住抬头望向2楼，正巧与赵盼儿双目相接，徒添不舍情愫。苏州萧府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下人们似乎是习以为常，并未做任何通报，任由其轻车熟路的穿廊入院。看到知州萧钦言从正厅出来，先是愣了片刻，继而喜上眉梢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许久未见的顾千帆。他此次上门亦有要事相求，萧钦言连忙邀他进厅详谈。经过昨夜这么一闹，周舍与花魁娘子的风流韵事已然引起轰动，3邻4舍皆是津津乐道。碍于宋引章寻死觅活，周舍为避免他寻短见，只求赵盼儿再给自己一点时间。怎知赵盼儿做事就要动身离开，急得周舍在众目睽睽之下写好休书。宋引章逼着周舍归还嫁妆，可周舍又实在没钱，于是在得到赵盼儿的保证后，忍痛抵押地契。赵盼儿与周舍约定在香云楼办喜酒，实则趁其不备，带着孙三娘和宋引章等人乘坐马车出城。周舍意识到自己已经上当，立马带人前去拦住马车，而后又在衙门口击鼓鸣冤，公堂之上状告赵盼儿骗婚。不想赵盼儿一张巧嘴善辩，对得周舍无言以对，反过来状告他抢掠乐籍女子成婚，因其不从而暴虐毒打。围观百姓纷纷为赵盼儿叫彩，并且同情宋引章的遭遇。赵盼儿向官老爷呈上名籍，以此来证明宋引章的身份，紧接拿出周舍亲笔所写休书。周舍见状伸手抢夺休书，不顾他人阻拦，强行吞咽下腹，自以为是无据可查，